你或者你身边现在在用折叠屏手机的人多吗？觉得多的可以扣波1啊，觉得还不够多的可以扣波2啊。不可否认，那不少人心中折叠屏手机目前还是有一定身份属性的啊，觉得拿着它比较有面子啊。如果我要是过年回家的话，我会义无反顾的选择X5。当然，目前成本呢也确实比较高，售价也比较贵啊。厂商呢也不约而同的把这种形态差异当成了自己品牌冲高端的捷径，大折小折，这产品线非常丰富。2024年距离首款量产折叠屏手机已经过去5年了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啊。纵观这个发展历程，我们主观给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如何折叠，竖折、内折、外折、W 折还是卷轴。花式进行了一波探索。第2个阶段，确定主流还是内折之后啊，这个优化折叠机械结构啊，像机身的厚度啊、重量啊、折痕啊等等等等方面，这也是目前各个厂商都在卷的地方啊。第3个阶段啊，随着折叠屏的厚度、重量和直板机差距越来越小啊，其实现在有些机器已经做到了，也就是在硬件上趋于成熟之后，如何让它面向大众成为主流，除了最为核心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系统。本期我们集合了目前几乎所有主流的旗舰折叠屏手机，看看各家屏幕折叠了之后，体验也折叠了吗？好的，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测试的这些机器，我们直接一张表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个忘记配置的可以回顾一下。除了华为你懂的之外，其他家这核心都是骁龙8 Gen 2。不过在主频上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啊。各家系统也都更新到了他们的最新版本。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做对比，这次我们引入了主观打分排名的环节。7大维度6台手机，满分是12分。我们按照对于折叠屏系统的重要程度啊，进行了一个主观排列。像应用适配、悬停功能适配、分屏体验、小床体验这类对于折叠屏手机来说比较重要的维度啊，我们打分就是7到12分里边打。像 UI 设计啊、特色功能啊，这俩其次，这打分呢是4到8分啊。预制的第三方 App 因为都可以卸载嘛，重要度要再低一些啊，打分就是1到6分。当然，它们的重要程度我们都是主观排序的啊，因为环节实在太多了啊，设一个分数大家可以更加直观的参考。其实你也可以完全不在意我们的打分，就看自己关注机型的最后表现怎么样也可以。加入高品质20G可以下载闪小白 APP， 在这里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更专业靠谱的质检和会员，让大家能够真正放心的买20产品。作为各家目前最高端的产品线，相信有不少小伙伴最好奇的是他们的广告情况。毕竟都已经卖这么贵了，动不动都1万多块钱，如果还整上一大堆第三方预制 App，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还确实有点过分。重置手机后，结果我们不废话，直接一张表给大家打出来啊！这华为和荣耀这俩在第三方预制的 App 上都超过了20个。其次是小米19个啊 ，OV 这一家正好是一生一世啊，一个13，一个14。三星在重置后就有点厉害了啊，一个第三方预制 App 都没有啊，硬说的话只有一个 QQ 音乐3星版作为系统级的音乐 App 都不能太算。提醒注意，那和直板机系统一样啊，这华为和荣耀在桌面上都还有一个隐藏成文件夹的热门推荐，属于是推荐中的推荐了啊，你一点它就会自动下载。你说这种到底算不算广告预装呢？本轮我们主观分数如下。第2大维度是 UI 设计，各家折叠屏的外屏 UI 基本上都是延续直板机啊，内屏下的 UI 设计直接展开。图标设计你更喜欢哪一个？可以按编号打在公屏上。风格上面默认都是扁平化圆角矩形，三星更圆润一点。当你的手机上有奇数个 App 页面时，就比如说你桌面的图标一共摆满了3页，其中华为、荣耀、OV 是不能同时显示第2页和第3页内容的啊，你只能看到第3页和一个空白的第4页，这利用率稍微差一点。大文件夹这个功能可以很大的提高桌面利用率。华耀、微3家支持9宫格和3宫格，小米支持4宫格和9宫格 ，OPPO 只有9宫格。三星则是不支持大文件夹。除此之外，华为和荣耀还支持在2×4的桌面空间内放下18宫格。在大文件夹的可玩性和利用率上，遥遥领先于同行。各家系统默认在桌面上都有一个 dock 栏啊，但是切换到其他 app 时，就只有 OPPO 和三星保留了一个迷你 dock 栏了啊，并且这2家也都支持长按隐藏。主观认为这个功能对于大内屏来说还是挺实用的。dock 栏上的 app 也都支持拖出变成小窗或者分屏啊，在使用效率上要更高。通知和控制中心上 ，OPPO 和三星依然非常像啊。这下滑通知栏默认是通知，再下滑就是控制中心，家都是左右切换啊。其中 vivo 和小米的控制中心只占了右半侧屏幕，你可以说它屏幕利用率不高，当然也有可能是照顾到右持单手使用的人群。从控制中心左滑到通知栏时，只有华为必须要在顶部才能滑动，在大屏上的使用体验相较之下并不是特别好。本轮主观打分如下。第
第3大维度，咱们来聊聊应用适配啊，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折叠屏之前比较关注的。这个形态可以说是结合了手机的便捷性和平板的大屏优势。在系统方面，理论上的最优解就是外屏手机，这内屏直接平板，再加上优良的内外联动。就比如像平行世界这个功能，最早出现在华为2019年的平板 M6上面这个使用过那个设备的小伙伴可以抠波1，后来就被应用到了折叠屏手机上。和苹果的 iOS 一样要想在大屏上面做应用适配，这第一责任人其实并不是各个手机厂商而应该是第三方 App。虽然谷歌已经建立了一套针对折叠屏的标准和规范，但是国内软件的遵守情况嘛，你懂的。在我们最新版本的全面实测中，要点名表扬一下小红书和剪映。小红书的主页信息流界面，你可以双指缩放卡片大小，提高信息浏览效率。点进图文也是左侧图片，右侧文字整体排版非常舒服。剪映则是在界面的左上角多了一个窗口按钮点击即可把预览窗口放在左侧剪辑窗口放在右侧如果剪一些竖向视频，可以说相当方便了。如果你经常用手机做短视频这折叠屏真的值得一试。第二就是手机厂商做的应用显示优化。咱们以 B 站和某东为例内屏的显示画面相较于外屏或者说直板机来说没有任何优势。虽然屏幕变大了，但是显示的内容并没有变多，甚至还变少了。各家基本上提供了2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呢就是调整显示布局既然内外屏显示不一致，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内屏的画面比例调的和外屏一样，这不就行了吗？各家这个类似的功能在系统里面的位置，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在公屏上这名字都差不太多。但是除了三星三星这个名字叫做全屏应用程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应用布局优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上面的小红书通过调整卡片大小来提高屏幕利用率。不过这个功能就是手机厂商自己做的了。实测在最新版本下，华为、荣耀还是小米针对预装的第三方 App 这项功能全部失效OA 两家都可以正常生效比如 B 站会从原来的双列显示变成3列。三星我没有找到类似功能如果有的话，三星用户小伙伴可以评论弹幕一波分享非常感谢。除此之外就是大家熟悉的平行世界了，利用安卓可以同屏显示多个 Activity 的特性提高 App 在大屏上的体验。各家都宣传针对上千家的应用 App 都做了适配但是做的咋样参差不齐。咱们就以各家适配较好的某条为例这小米和三星只做了最基础的平行世界不能左右调整比例。 OPPO 支持4:3、6:7、1:1 3档可调。 vivo 和荣耀则支持4:3到1:1之间的任意比例调节。华为虽然做了这个调节比例的按钮，但是当前版本我们实测只有1:1这一种。除此之外，华为和荣耀还支持解除左右窗口的关联有点应用双开的意思了这里要提醒注意一下，三星的平行世界官方名字叫做应用程序分屏视图，而且你需要在设置高级功能实验室里边打开才能使用三星使用手册+1。本轮我们的主观打分如下。第4个维度，悬停功能适配。悬停功能是基于折叠屏的物理属性做的一个专门优化，和直板机比那就是有和没有的区别了。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帐篷模式，各家呢都会宣传自己的折叠屏这个支持多少度的悬停。悬停一方面提升物理质感，一方面也有相应的功能。那他们适配做的怎么样？最先适配的肯定是相机，上半部分是相机画面，下半部分是拍照和一些其他操作按钮。其中三星、小米、vivo、荣耀还支持在下半部分预览拍完的样张做的比 OPPO 和华为更进一步。悬停对于折叠屏还有一个常用场景就是看视频。4大视频 App 爱优腾币，我们对这6台机全部进行了测试适配情况一张图给大家直接打出来。OA 两家适配的相对最好，全部都可以在下半屏调节视频，像暂停快进倍速等等都是可以的，非常方便。华耀米这3家的爱奇艺下半屏并不能调节视频，只能查看详情、评论区之类的。这三星在试测中打开立体交互模式面板之后这是说明书可真绕口这下半屏就会变成一个触摸板可以模拟鼠标进行操作。当然这个功能 vivo 也做了相对而言，悬停功能适配vivo 在移动系统里边还是最为丰富的，值得点赞。本轮我们主观打分如下。折叠屏的悬停功能肯定是为了看老婆的呀，这样一折都有一种伪3D 的效果。第5个维度是分屏体验。折叠屏的内屏正好是外屏的2倍，这很多人买折叠屏的目的也是想在大屏上同时使用2个 app， 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可以同时查看攻略，买商品的时候可以多个平台同时比价等等等。用过类似功能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但不比不知道我们集中一比吓了一跳，这各家的差别还真不小。这里我们从适配情况和如何分屏这2个方面去做一下对比测评。适配情况，我们曾应用商店下载了大量 top 级 app 发现基本上竖屏的 app 都可以分屏而横屏的游戏类 app 在部分系统上就差点事儿了。4款主流游戏的情况我们先给大家打出来你可以暂停查看，我们就不全念了。这4个游戏三星适配是最好的，所有的游戏都可以上下分屏。
其次是 OPPO 啊。不过你需要去设置里边把应用比例调整为16:9，才可以在同一块屏幕上上下分屏。华为、荣耀没啥区别啊，只有圆明之星还没有做上下分屏，只能左右分屏，这画面比例不怎么协调。vivo 是只支持王者荣耀的上下分屏，这小米相对最差，原神、王者、吃鸡都不支持分屏，圆明之星仅支持左右分屏。提醒注意，小米所有的 app 均不支持上下分屏。二是如何分屏，这里肯定是越符合人体操作直接越好啊。比如三星支持从屏幕边缘向内2指分屏 ，OPPO 支持从中间双指下滑分屏。不同的系统如何分屏，我们也汇总成了表格，不知道的你可以暂停查看一下啊。哎呀，做表做的有点累啊，兄弟们记得点波赞。从分屏方式来看，三星总共有6种啊，在所有手机中位列榜首。这里提醒注意啊，不对，也可以说是吐槽一下吧。vivo 的3指上滑分屏，它3指上滑之后，这屏幕是从右侧弹出来的。按照一般逻辑，不应该是从下方弹出来才对吗？或者你也可以把这个3指上滑改成3指侧滑。既然做了，为啥不做一个符合人体直觉的呢？除此之外，三星和 OPPO 还支持最多3个 app 分屏啊。这 OPPO 这个功能可以说是继承老罗的裤衩了。这个锤子叫无限屏 ，OPPO 叫全景虚拟屏。3个 app 你可以选择并列横排，或者2个并列加上1个全屏显示，或者都进行全屏显示。也可以4指相对滑动进入全景模式，显示所有 app。在分屏效率和可玩性方面 ，OPPO 目前可以说是拉满了啊！结合前面的适配情况，本轮我们主观打分如下。第6个就是小窗体验，在直板机上用的可能不多啊，但是在大内屏上这小窗做好了还是非常实用的。和分屏一样啊，它也是一种同屏使用多 app 的处理方案。在上个环节中表现相对最好的 OPPO， 在这个环节就要垫底了啊！这么大屏幕只支持挂1个小窗啊，这个华米、欧耀支持同时挂2个小窗。三星则是支持同时挂5个啊，这个配合上前面的分屏，三星最多支持在同一块屏幕上同时处理8个 app， 大家可以把666打在公屏上啊。当然，同时使用8个 app 还是很极限的场景啊，除非你是时间管理大师。华为药这3家，如果你打开多个小窗，还会出来一个侧边栏专门容纳小窗，这一点做的要比小米好一些。小窗这个环节，三星还是有一个领先点的，其他家的系统小窗只能自定义大小，不能自定义比例啊，也就是竖屏 app 的小窗只能竖屏，不能横屏。三星则是可以自定义所有小窗的大小比例，只能说不愧是漫 UI。本轮我们主观打分如下。第7大维度就是各家的特色功能了。日常中华为、OPPO 和荣耀都有中转站，那你可以把一些图片啊、文件啊都拖进去临时保存，用的时候也可以再拖到其他 app 上啊。工作属性的话 ，OPPO 还有文件随心开啊，涵盖了主流的各种文件格式啊，像苹果的 Keynote 啊，还有 CAD 啊、PS 啊，都支持一键查看。荣耀在升级了 MagicOS 8.0 之后，任意门这个功能也来到折叠屏上面了。这个功能之前 MagicOS 专题我们聊过啊，这一拖一拽就解决了多个 app 之间流转麻烦的问题。三星支持把一些未做好横屏适配的 app 强制横屏，请注意，它这官方名字叫做纵向应用程序中的横向视图。小米的小爱大模型支持总结屏幕的内容啊，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实用的，其他家总结屏幕的功能还都没上。vivo 有一个智能外屏显示，在屏幕处于一些半折叠的时候啊，可以智能的显示外屏啊，就比如说你要用外屏看视频啊，就可以把手机像台历一样往桌子上一摆，这画面就会在外屏上显示。旁边再给你放一台华为，你感受一下，有点像手机支架的意思了啊，就是这支架有点贵。本轮我们主观打分如下。OK， 刚刚开头我们说的7个维度都跟大家聊完了，先不急汇总分数啊，咱们先汇总一下 bug。折叠屏作为各家最高端的产品线，在系统上可能有些新功能都不会第一时间给安排上。对于这类高端机型，稳定这2个字肯定都是各家最为追求的。相对于各家的直板机来说，他们的 bug 确实少一些。这里我们就不加入打分环节了啊，当然你也别杠啊，我只是说的相对少啊，不是说没有。这次体验中我们也发现了比较典型的，就比如说 Find N3 典藏版，它这个侧边按钮啊支持快捷启动 VIP 模式，启用之后呢，这个定位啊、相机等功能啊都被禁用了。这个功能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但如果你的手机恰好丢了啊，使用 OPPO 官方的查找手机界面就会直接显示当前手机启用 VIP 模式，无法获取到这台手机的位置信息。用我们小伙伴的话来说，这就是小偷快乐键啊！我们也第一时间反馈给了 OPPO 的工程师们啊，希望后续版本能够优化一下。OK， 终于到了揭晓最终排名的时候啊！这个当然再说一下，这只是一个主观排名，因为各个维度都是我们主观定的嘛。最终 OPPO 以总分63分的成绩拿到了第1啊，当然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因为它发的确实比较晚啊，它做的也更为完善，中转站啊、全景虚拟屏啊、这文件随心开啊、移动用适配、悬停适配啊都还不错。亚军59分啊，跟 OPPO 很接近啊，是它的兄弟 vivo。Android S4 在众多网友的评价目前不低啊，来到折叠屏上也继续焕发光芒。三星仅1分之差是这次的季军，但是就从可玩性这
3个字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1等1的高，就是本土化方面做的确实有些落后。紧随其后的是荣耀和华为，华为一直是折叠市场的引领者啊。当然，买电子茅台的人基本也不会看咱们这种视频，茅台属性更重要嘛。小米折叠屏的 HyperOS 这次反向冲锋啊，虽说折叠屏这个产品线做的还挺早，但是系统相较之下，目前有些许落后了啊，期待后续升级。针对前面我们聊到的折叠屏系统各种各样的问题，咱们不能只管杀不管埋啊，这有些第三方 App 也是可以完善补充的。比如在 Pad 也有生产力那期视频中我们提到过的 Rotation， 那它可以强制旋转手机的方向，主要用来对付一些还没有做好横屏适配的 App。还有由杰西2005大佬开发的拖放中转站，是一个模仿华为超级中转站的项目啊，支持安卓7.0及以上的系统。暂时不支持跨设备的功能啊，如果想在自己的手机系统上也体验一下中转站的功能，可以用一下这个 app， 我们都给大家打包准备好了，可以在公号回复折叠屏系统这5个字，就可以直接获取下一链接了。前面的小米在我们主观评价中排到了最后，但它有一个一贯的优点，就是恐怖量级的玩机资源啊，像一些 app 没法横屏啊，平行世界没适配啊，想调整平行世界左右窗口的比例啊，这个递进方式啊，等等等，你可以试试完美横屏应用计划。这里我们提供一下作者的链接啊 ，Root 之后的用户可以尝试一下。以前折叠屏手机刚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人拿着这类机器，那感觉我靠，真牛逼啊，真有钱。但是现在上下班坐个地铁、坐公交车，大家可能都会碰到。当一个产品失去了它的稀有属性，它所代表的身份属性必然也会下降啊，物以稀为贵嘛，这道理很简单。折叠屏这个形态随着产业链的成熟、成本的降低，必然会逐步迈向大众。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蓝厂应该就快出他们的新大折产品了啊！如果你看到视频它还没出，到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它的标准版，应该会有一些惊喜。随着用的人越来越多，系统也一定会越往成熟啊、实用啊、生产力方向靠拢。另外很重要的，前面也提到了，折叠屏软件生态的发展也不能只靠手机厂商努力啊，各大软件的开发方也必须得积极适配才行啊。我们之所以看到前面各种各样的情况适配不好啊，有很多也是开发者确实没有动力为少数人去投入。开头的问题，就目前来说，折叠屏手机还是有些折叠了体验的啊。但是我们也能感受到各方，尤其是手机厂商的努力啊。相信价格下来，数量铺开之后，各方尤其是软件端也会跟上。OK， 本期又是海量实测啊。如果觉得本期片子对大家产生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这免费的币也可以投一个，这是对我们非常大的肯定。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管你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